伊娃的科技生活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现在我手里已经拿到了刚刚发布的滑盖手机荣耀 Magic 2。那 Magic 这个产品系列呢，其实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，因为在2016年12月的时候，它第一款产品发布的时候，我就当时详细体验过，当时惊讶于它的智慧，惊讶于它的设计，还有它的算是很多黑科技在里面。但是时隔2年之后，这2年的手机市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基本上现在每家智能手机都在有智能化的系统、智能化的体验，然后又各种包括甚至是滑盖也已经变得不再新鲜。那这款手机能不能在其他方面带给大家一些惊喜呢？所以接下来就跟着我快速上手一下。当当当！现在我们手里已经拿到这款刚刚发布的荣耀 Magic 2了。那这次我手里拿到的颜色的版本呢是渐变的红色，它这次有渐变蓝色和渐变黑色。那相比于其他2款配色，我觉得渐变红色可能很受女孩子喜欢吧，因为整体颜色看起来是比较喜庆的。但是这个渐变呢做的我感觉稍微有一些太朴素、太简单了。那包括底部稍微有一点点其实它有一点点紫色变色，这个在光的照耀下还是蛮好看的。那后背的元素设计也非常简单，它只有竖向排列的3摄镜头，还有闪光灯，以及这个 AI Vision 的一个标志，以及荣耀的标志，就再无其他。那没有后置指纹识别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正面。我们在过渡的时候会发现，其实整个手机的厚度还是有一些厚度的，因为它这次采用的是滑盖式的结构，但是呢，它的边框过渡还是非常自然的，整体呢过渡还是比较顺畅，以及它4角的这个 R 型的角度，整机显得会比较圆润一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脸，为了达到更好的全面屏的效果，所以有些厂商就要想办法，有的把前置摄像头如何更好的隐藏起来，有的是放在右下角，然后有的是放在上角弹出，然后也有像半弹出式的这个堆叠式隐藏式的结构。那这次它也是采用隐藏式的结构，只不过它整个做了一个滑盖的效果。那它这个跟vivo、OPPO 都不一样的是呢，它是不是上半部分的滑动，而是整个滑动。这个有点像小米 Mix 3刚刚发布的这个滑动的效果，就是双层在滑动，很像我们的机械范儿的感觉。那这个滑动所隐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隐藏了3个前置摄像头，所以在除了滑盖设计的这个卖点之外呢，它又增加了一个前后都是3摄，也就是全球首一个6摄手机。哇，感觉这些手机厂商都在摄像头方面给大家较起了真儿。那我们等一会儿再讲它的摄像头的实际的效果和参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滑盖，因为像这种滑动式的这种设计结构呢，如果是说首发，可能大家惊奇度比较高，然后新鲜度也比较高。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像 vivo Nex、OPPO Find X， 再加上小米 Mix 3，然后明天发布的联想呢，据说也是滑盖式的。那现在发布的荣耀 Magic 呢，感觉没有赶上好时机，最起码在用户的新鲜度上，我感觉已经不新鲜了，大家。所以它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，就必须要在滑盖上再做一点文章，那就是他们所宣传的智能滑盖。那智能滑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在推出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特别的作用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比如说，首先就是 3D 结构光的解锁。那这个解锁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，不需要说点亮屏幕，然后再去选择它，再去推开来解锁，而且直接就是在息屏状态下把它滑动，就可以达到解锁的目的。而且整个解锁速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还是很快的。锁屏，解锁，现在已经解锁完成了，基本上是感受不到。那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？我们在拍照的时候，因为既然是隐藏了前置摄像头，所以很多朋友就会吐槽说，其他的机型或者别的机型都在我切换前后置的时候，感觉不是很顺畅，会增加我的操作成本。那它这个也是通过滑盖可以自动进行前后置的切换。比如说我现在是后置，然后直接下滑就切换成了前置摄像头，就拍到我的大脸了。然后呢，再上滑就进入后置摄像头的拍摄。那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你可以来自定义，在我滑动这个滑板的时候，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？比如说滑盖开启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换出 Magic Live 的智慧引擎，它就可以直接调动这个语音助手。你好呀，你是谁？这个问题难倒我了，等我学会了再回答你。那么这个语音助手呢叫悠悠，根据荣耀官方的介绍呢，它其实是整合了一个很大的，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智能语音的服务，以及所有智能化大数据的服务。那体验了它的3个功能之后呢，它还有一些自定义化的功能。这个在系统升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通过滑盖你就可以自己来设置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打开。它的后置摄像头呢，采用的主摄是2400万 RGB 的黑白图像传感器 f1.8 的光圈，
副摄像头是1600万 f1.8 的光圈，这次呢又新增加了一个广角镜头，1600万的超广角呢是可以拍摄风景镜头，包括很多人多的时候能带给我们更宽的角度。那它的焦距呢是17微米。除此之外，它也继续搭载智能场景的识别，比如说根据场景的变化来自动调节拍照参数，来识别场景。目前可以识别超过800个场景。在 AI 摄影模式下，可以识别拍照场景，智能后期处理。它一次是拍2张，一张通过 AI 摄影自动后期，一张保留原图，来让消费者做更多的选择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参数方面，这次搭载的是 Magic Charge 40瓦的安全超级快充，然后15分钟充电可以达到50%。电池容量是3500毫安时，也支持的双卡双 OLTE。之前发布过的 GPU Turbo 技术也是同样搭载 GPU Turbo 2.0， 那可以实现软硬件的协同，在图像处理方面有更好的表现。所以在打游戏的时候，比如说游戏画质或者说网络优化等等这一块呢，都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处理器呢是妥妥的980，再加上石墨烯散热的黑科技以及 AI 双屏 GPS 导航等等，那相比来下，这款手机也算是荣耀的一个重磅产品了。由于我们现在拿的这款产品呢不是最终的试售版本，那系统现在也还没有升级到适合评测，就是说最佳的标准，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详细的，比如说拍照啊、续航呀、然后游戏啊这些体验，因为并不具有参考价值。在它更新系统之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上手和评测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或者皇家评测的官微，任何关于这款手机的问题或者疑问都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粉丝群，和更多的小伙伴一起聊聊生活，聊聊科技。时间有限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